現在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了。我已經面了好多事，要麼就是刷 KPI 的，要不就是一听到我的年齡，要不听到我的婚姻狀況，然後就沒有下文了。現在我只能每天一個人在出租屋裡面待着，沒有人跟我講話。現在這生意怎麼了？人呢？看看這人呢？人都哪去了？大連這人都哪去了？曾经的东北是中国工业最輝煌的象徵，重工業、國企體系、資源型經濟，讓這裡一度被稱為共和國長子。但如今，東北現象卻越來越成為中國社會無法回避的話題。近年來，東北經濟持續低迷，人口不斷流失，年輕人大規模外逃，養老金虧空問題頻頻出現。許多城市商業蕭條，房價停滯，街頭最常見的不是創業熱潮，而是旺鋪轉讓和沉默的老齡化熱區。大家有沒有發現啊？今年啊，就突然你會發現，就商業街一個人都沒有，實體店呢也是空的啊。你像這種，你說咱們大連開發區呢，154萬人口，他們都去哪裡了呢？道上空無一人。因為我可能也是好長時间沒找工作了，就突然間發現，這找工作好像对於39歲的女性來講沒有那麼友好。大家招聘呢都是想招18到30、18到35。有一些工作你一投簡歷，他一看你的年紀就會說啊，可能您很優秀啊，但是您的年齡或者是您的一些經歷和我們的不太符合。就是受到了很多的打擊。博主說，他在房地產行業幹了將近15年，不僅沒攒下錢，反而背上了一身債。如今找工作又這麼難，讓他壓力越來越大。有一天在直播時，直播到一半，他再也繃不住了，忍不住當場哭了起來。他說自己真的壓力太大了。這買賣還能不能幹了啊？25年比24年營業款少了一半。這開年我看這趨勢啊，好像又要完犢子，一天也沒幾桌。家人們今天又面試了3份工作啊。第一個是律所的客服，在 boss 上聊的时候說，不像傳統電銷，就是你每天打電話有那個通時通量的要求，不這樣，就是看你心情，你要心情不好的話，你一天不打都行。然後這樣就約着去線下面試了。面試的時候才知道，根本不是，就是給那個欠銀行信用卡那些老賴打電話要賬，就是那種的。然後面試10分鐘不到我就跑了，我感覺太不靠譜了。大連曾經是東北最耀眼的城市之一，很多人把它稱作東北小香港。靠海的城市風景，整潔的街道，發達的港口貿易，再加上早年活躍的外資企業，讓這座城市一度充滿開放感。相比傳統工業氣息濃厚的東北城市，大連曾顯得更加現代洋氣，也承載過無數東北年輕人的夢想。但如今，越來越多人開始感嘆，大連變冷清了。過去熱鬧的商業街，人流明顯減少，一些商場不斷關店，寫字樓空置率上升，街邊餐館換了一批又一批，很多小店撐不過1年。最明顯的變化是，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離開這裡，他們去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等地尋找工作機會。原因很現實，大連崗位越來越少，工資增長緩慢，而生活成本卻並不低。當一個最不像東北的城市也開始變得像東北其他地方一樣冷清時，人們才真正意識到，這不是大連的問題，而是整個地區經濟衰退的折射。大連只是最晚倒下的那張骨牌。這位博主表示，如今的大連，很多家庭的日子已經過得非常艱難，甚至快要揭不開鍋了。隨後，他舉了一個朋友的例子：就昨天晚上跟幾個哥們在一起吃夜宵，喝得有點上頭，有個哥們突然拍桌子嘆氣，現在真的扛不住了。細問才知道，他每個月房貸4000，車貸2000，再加上信用卡的賬單，算下來每個月7000多。可他每個月就開6000多塊錢，老婆剛生孩子沒多久，全家吃喝拉撒都靠這點錢，現在連菸都戒了，下班直接回家，朋友喊聚餐都不敢去，生怕掏點錢。上個月他孩子生病了，急着湊醫藥費，
翻遍了家裡所有的存钱罐，连5000块钱都凑不上，最后还是跟亲戚借的。大连现在的真实状况，我把它说出来，你们看看是不是这样的啊？别看它表面上啊，奔驰、宝马遍地都是，车水马龙的，走到哪儿都堵车。可实際上啊，人均工資都不到4000，而且有些人1個月還還款高達1萬以上。現在大連呢，很多大公司面臨着降薪裁員。小公司呢也不景氣，好多人呢同樣面臨着失業、破產，尤其是一些幹實體的老闆呢就更不用說了，對吧？有的1個月連房租和水電都夠嗆能弄得出來。我今天去面試了，是一家做外貿的公司，就是幫助一些國外的客戶去註冊信息之類的。然後 HR 就問我你英語水平怎麼樣？我說我有大學6級的證書，在口語方面也可以正常的去交流。後面幾個問題其實都挺流暢的，我當時還覺得今天面的可能挺好。最後就問我，你結婚了嗎？有沒有孩子？博主說，後來 HR 又問他，你都30歲了，怎麼還沒結婚？聽到這句話，他意識到這場面試應該沒戲了。最後 HR 說要回去問問老闆的意見，讓他回家等通知。走出那家公司時，他的心沉甸甸的，覺得特別難過。曾經人擠人的五安市場，現在人也稀稀拉拉，就1樓能看着點走道人，剩下都是商鋪在坐着。隔壁那個小百的5樓啊，整體閒置。這麼大個商場啊，光只拿貨的，沒有另外的顧客，也維持不下去。根本就沒有顧客。姐妹們，我真的不知道我還能不能找到工作了。現在就是30多歲的普通人，沒有什麼技能，找工作怎麼這麼難呢？我在網上已經找了快1個多月了，還沒找到。就是不要求學歷的這些底層的工作，都沒有什麼休息日，月休2天或者是月休4天的都很少。就想找一個能有休息日能陪陪孩子的。要不就是下班都特別晚，8、9點。現在的大環境，晚點結婚的都是贏家了。要是5年前不買房子的也贏了，不去創業的也贏了，甚至在家啃老的也都贏了。但凡這個年頭有點上進心的，自己做買賣的，到頭來賠的都沒了，還得背上一身的貸款。我們小區樓下有個美容院，半年的時間換了2個老闆。門市現在整個大街10個得有6個正在出隊轉讓。齊齊哈爾的朋友們吶，你們都現在幹啥工作呢？指啥活着呢？找工作也太難了吧！我剛才去面了個試，傳媒公司前台。我去了，先讓我填那個簡歷，說那個問問說1個月多少錢呢？1個月那個3000啊，3000也還行。我說那中午管飯嗎？他說中午不管飯，得自己解決。我先點外賣1000多塊錢。為什麼我在東北賺不着錢呢？哎媽呀，兄弟們下班了，半夜12點了，送走最後一桌。有的時候我自己走在大街上，我就想，為什麼我在東北賺不着錢呢？是我自己太貪婪了嗎？慾望無限，我賺多少都不夠多。哎呀，不是，每個人都是這樣的事。誰不想多賺點錢，父母活好點，生活好點，我們自己也好點，是不是啊？很多人都不知道哈爾濱什麼多，月薪3000多，房租1500多，單休多，無償加班多，找不到公司的人更多。那有沒有工作呢？也有，客服、銷售，還有鐵人3項，送外賣、跑網約車、送快遞。這裡，還有這裡，都是東北4、5線小縣城公主嶺的商業綜合體。這些地方有吃有喝，能購物，能看電影，能逛超市，能理髮，能美容，能摁腳，可以說應有盡有，要啥有啥，就是沒什麼。這不是調侃貶低，而是闡述事實。其實公主嶺的這種現象並不是個例，在東北很多縣城的商場、商超、影院都處於這種不上不下的狀態。尤其是春節剛過完，到大城市打拼的人走了，學生也開學了，於是這些場所就更冷清了。2年之前，我在上海和杭州找工作的時候，一天至少有2場面試，機會特別多。現在在大連和沈陽找工作，主動打出去的招呼很多都沒有人回，就是你投100份簡歷，被看到的幾率可能連30%都不到，很多簡歷都是石沉大海了，而被看到的就裡面符合你要求的也不多。
我都没敢要求啊什么年终奖啊、13薪啊这些，也没有说要求多高的工资，因为家里面毕竟和上海是不一样的。你有没有感觉大连这2年有点静？我今天就跟朋友聊起啊，他突然说，你有没有发现年轻人越来越少？也确實是這樣。早上呢去超市，貨架滿滿當當的，人卻稀稀拉拉。周末逛商場，專櫃都亮着燈，客流卻沒有以前多。大家都去哪兒了呢？有人是做生意扛不住壓力，返鄉換個活法；有人是工資長期在3、4千，生活壓力大，換個城市找機會。家人們都說振興東北，這麼多年了，東北的經濟也沒有發展起來。我最近可能突然就明白了，金九銀十，我不是在找工作嘛，我就想着在網上投一投簡歷，我投的都是那個行政啊、內勤啊，就這種，工資要求大概在3到4千左右，大小周休息，交社保，這要求應該不算高了吧？我都沒有奢求說要雙休，大小周而已，就這要求，在沈陽你就好像觸犯天條了。我之前在上海至少最次還有一個大小周，在沈陽根本就沒有。家人們啊，我現在在哈爾濱的中央大街，哎呀，溜達一圈啊，就是同一個感受啊，就是哪塊都是人不少，但是都不消費，就乾溜達啊。你看看現在中央大街的人啊有多些，看着沒有，家人們，全是人，就是溜達，啥不買。哈爾濱為什麼這麼窮？服務員工資3、4千，外賣快遞5、6千，年輕人有點能力的都去南方了，留在本地的也都靠邊了。滿大街的門面出租，店鋪也是倒了一批又開了一批。冬天的哈爾濱確實很火熱，爆了之後呢，老百姓的收入還是沒變化，經濟依然是東三省墊底的城市。哈爾濱為啥這麼多店都關門了？說到底啊，就4個原因，太扎心了啊！一呢就是啊，房租人工啊那是蹭蹭漲，生意呢它沒有多好，成本啊先扛不住了，不少小老板啊直接就不幹了。第二呢就是啊，大家那個出門啊都少了，街上客流啊也明顯的變少了。3呢就是電商團購啊太方便了，就是你在家足不出戶啊，你躺着都能買，實體店啊就沒有人氣兒了。那第4啊就是這店開的越大，開銷呢它也就越大，虧的呢它也就越狠。看看現在的生意有多嚇人，這裡原來是秀玉倒閉了，這裡原來是永琪也倒閉了，以前的旺鋪都是大連鎖，現在幾年了都租不出去。現在誰讓你出來開美容院，就是想割你韭菜，想騙你的錢，直接讓你掛到樹上，大連鎖都不行了，千萬不要開美容院，大街上沒有人，你開店怎麼辦？人都在手機上，很恐怖。現在啊是下午的5點鐘，你看看有人嗎？高檔住宅的門口。哈爾濱現在滿大街的店鋪85%的都在虧損，10%的在持平，只有5%的在盈利。我跟你講，真的，你不要犟，你完全可以自己去調查一下。就現在哈爾濱這行情根本沒有說一個蘿蔔一個坑的了，都是一個人幹2個崗位的活，那真的是女人當男人用，男人當牲口用。那要是老闆娘，那就得當超人用啊！你們的城市現在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況啊？有比我們哈爾濱還慘的嗎？你們發現了嗎？沈陽現在徹底變了。我發現沈陽啊，正在悄悄變窮。現在去店裡吃飯的人越來越少了。年前年輕人都說我愛沈陽，年後提着行李箱都跑了。之前有一對小情侶總來我店裡吃飯，最近好長時間沒來了。打電話一問，小兩口回老家了。他說沈陽工資1月5千是常態，夫妻倆租房子1個月2千，還車貸1個月2500，倆人基本就月光了，根本就不敢出來吃飯。現在真是消費降級了。哈爾濱的燒烤店現在都這麼難幹嗎？這家四望台大道同丹閣對面的七台河地攤燒烤，剛從銀行貸了16個，把明年房租剛交上。他說現在的實體店老難幹了，剛開始我還不信，今天請銀行的領導來他家吃飯，我才發現哈爾濱的實體真的很難幹。8點了就3桌，員工的工資都發不出來了。哈爾濱的各位商家，你們現在生意好不好？咱們評論區聊一聊。在東北，如果說我們不送外賣，普通人，我想知道在東北能幹什麼。現在真的，東北大部分普通人就是沒有工作的，都來跑外賣。在東北已經沒有什麼好幹的了，要廠子沒廠子，要資源沒資源，要旅遊沒旅遊，你說能幹啥呀？真沒啥幹的。有的小年輕呢，2口子剛結婚，尋思開點那個商店啥的，就是麻辣燙店啥的，或者說吃的，有可能剛裝修完就黃了。真的，現在東北沒啥好幹，太難了。
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